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14日啊。咁啦，有讀者就叫我講下咧，喂，英國嘅媒體衛報啊指出啦，蔡英文啊就諗住訪問英國，結果咧就受到中方嘅壓力啊，要延後佢喺英國嘅行程啦。咁啊，是否會如此咧，都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我認為咧，並不意外喎，呢個係合乎工黨啦幾十年嚟一貫嘅政策，都係經濟上咧就係要同中國係妥協嘅，因為工黨同共產黨始終咧都係即係呢個社會主義陣營嚟噶嘛，都係左翼噶嘛，咁所以咧以往英國工黨執政咧就係同呢個中共咧係往往係較友好一啲嘅，保守黨執政咧就往往強硬一啲，即係唔單止係對共產黨啦，對外交上都係強硬一啲嘅。譬如話呢個嘅保守黨提出咗英國要脫歐啦，要奪回英國嘅外交、難民啊、移民嘅自主權。呢個當年就喺呢個嘅保守黨提出嘅公投，後來咧呢個約翰遜呢就係強勢推行脫歐。咁其實呢一個有個歷史意義嘅，有個歷史嘅典故喺裏邊嘅。雖然戴卓爾夫人呢就係作為保守黨嘅首相啦，喺呢個天安門摔咗跤。結果中英談判上失利喎，令到英國咧就係冇辦法堅持翻用主權換治權、治權換主權嘅一個計劃。香港正式喺97年回歸啦。咁但係以往咧歷史上保守黨執政對中共或者對其他國家外交上係強硬一啲，而工黨咧一般係對共產主義陣營啦係左傾啊嘛，佢哋係容易溝通一啲嘅。加上咧而家英國經濟不景，工黨咧就係需要籌措更多嘅經費，實現咧佢嘅財富再分配大計啊嘛。咁所以喺經濟上咧更加需要依賴中國，所以嚟緊工黨執政咧，我相信咧會更加親中咧，呢個係無可避免嘅。嗱，而家蔡英文咧就率先咧就訪問咗呢個捷克，捷克咧同呢個波羅的海嘅幾個國家，譬如話呢個立陶宛啊，或者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咧一樣啦，對中國咧往往係強硬一啲嘅，因為咧佢哋呢啲國家咧喺過去嘅100年咧受蘇聯、受共產主義嘅迫害，後來俄羅斯嘅威脅即係非常之重，咁所以咧對中國咧就素無好感嘅。喺疫情期間，捷克咧多次咧發表咗一啲挺台灣嘅宣言，派官員咧去台灣度咧交流交流呢個防疫政策等等等等。國會咧亦都發表咗好多嘅言論係刺激中國，結果咧就係受到中國嘅經濟制裁。咁但係問題，捷克咧喺經濟上咧佢唔係好依賴中國啊嘛，捷克出口去中國嘅嘢咧最值錢係鋼琴嘅啫。捷克嘅鋼琴咧係賣去中國都好多嘅，坦白講，因為捷克嘅鋼琴做得相當好啦。捷克嘅文具都做得唔錯嘅，佢啲顏色筆啊，咁我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會買翻一啲咧俾個女同俾太太嘅，都係做得好嘅。但係坦白講呢啲即係對佢哋嘅國家嘅經濟咧嗰個比例好少。英國唔同啊，英國喺貿易上尤其是喺留學生，今日重點講留學生對中國嘅依賴係相當之重嘅。咁所以咧，如果牽一發動全身，中國咧停止留學生供應嘅話咧，話英國嘅大學咧可能咧馬上咧有大量會陷入倒閉咯。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會對英國咧構成極大嘅壓力啦。而英國嘅大學咧學費好多年冇加，即係佢有若干年冇加，就係因為過去咁多年咧依靠留學生嘅收入咧養起咗整個英國嘅公營大學。嗱，英國咧同美國唔同啊，英國係主要係公營大學，而最好嘅大學咧都係羅素集團嘅大學嚟嘅 Russell Group 嘅大學。咁但係問題過去咁多年咧，英國咧就係財政係短缺，所以咧就冇增加資源俾大學，咁啊變相係減咗資源啦，因為通脹不斷啊嘛。咁所以大學咧就要依靠咧海外留學生去填補佢嘅收入啊。咁但係中國咧就係海外留學生咧即係第二大噶啦，印度係第一，中國係第二。所以如果一旦中國係減少簽證嘅，咁英國嘅大學馬上陷入倒閉潮噶咯。所以喺呢度咧，佢工黨政府咧當然妥協咧、跪下咧，亦都並不意外嘅。咁呢個有佢嘅歷史典故淵源嘅。點解咧？因為咧喺保守黨咧，喺呢個丘吉爾總理、丘吉爾首相啊，喺保守黨喺2次大戰中後期，佢就提出咗一個咧偉大嘅三環外交策略，就希望咧重回翻英國嘅光輝。所以三環外交咧，第一環咧就要緊扣住英聯邦國家啊，譬如話澳洲啊、紐西蘭啊呢啲英聯邦國家啦，仲有亞洲啊，仲有啲英聯邦國家。咁啊緊扣呢啲英聯邦國家咧，就可以影響力啊越嚟越大喎。喺英國咧雖然話係要獨立啦，日不落國日落啦，但係咧英聯邦國家咧係遍佈世界噶嘛。咁所以咧一定係可以有影響力嘅。好似咧有啲人就話，如果奧運咧中國啊
加埋台灣，再加埋中國香港啊，佢係打贏美國，成為金牌第一噶咯。咁但係如果英聯邦國家咧，如果以佢呢個邏輯啊，英聯邦國家咧加起上嚟咧，人均嘅奧運金牌咧應該係世界第一噶喎，加埋澳洲啊、紐西蘭啊等等嘅國家，佢係第一噶咯，加拿大都係喎。咁啊，呢個三環外交第一環就係緊扣英聯邦國家，第二環咧就係咧同美國啦，美國係前獨立國家嚟噶嘛，其他嘅英語國家係構成一環，第三環咧就係同歐洲構成一環啦。咁呢個三環外交咧就係丘吉爾咧偉大嘅一種戰略構想。咁但係好景不常啦，丘吉爾咧喺戰後咧就馬上選輸咗啊，因為即係呢個戰時咧就係大家都覺得哇係需要咧非常時期用非常嘅人物，丘吉爾咧就好激進啊嘛，一直都係。咁但係戰後咧就覺得應該係要揾翻啲溫和啲嘅人物出嚟嘅，咁所以啦，丘吉爾咧就好快選輸咗，結果咧就係出現咗呢個嘅工黨執政啊。工黨執政咧就係1945年至50年，喺呢個時候咧工黨執政咧就係艾德禮首相。咁喺呢個時候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咯，49年。咁所以英國係打破咗三環外交，第一時間咧就同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咧新建政嘅國家就係談判啦，然後咧就馬上建交，成為西方主要陣營咧率先同中國建交嘅就係英國嘅工黨啦。咁但係即係好景不常啦，一年後咧呢個工黨又輸咗，變成咗保守黨。咁喺保守黨執政嘅期間呢，當時因為工黨咧就係話要同呢個嘅共產主義咧係要交好主要係處理香港問題同埋呢個上海租界問題。但係喺保守黨執政嘅時候咧，去到53年咧，上海就全面回歸啦。留下來的英資咧，太古怡和渣打、匯豐呢啲咧，通通咧就被充公喎。咁所以呢個工黨咧同中國共產黨嘅友好咧，喺經濟上友好，第一，第二喺意識形態咧，佢哋都係接近嘅。佢哋係當年咧真係較左傾喎，係傾向咗呢個毛澤東喎，因為大家都係社會主義啊嘛，只係一個極左，一個中間偏左啫嘛，所以佢哋係容易溝通啲嘅。所以而家工黨上台亦都係啦，工黨上台嘅時期咧，就可想而知喺政治上，佢哋咧可能就會同中國意識形態接近啦。第二就喺經濟上，亦都需要依賴中國喎，因為而家英國經濟財政黑洞有200幾億鎊啦。咁加上咧有研究指出咧，佢哋嘅工黨嘅宏大計劃又需要200幾億鎊，前後係需要咧500億英鎊喎。咁嚟講500億英鎊，你透過加稅咧，只會令到更多英國嘅移民有錢人走嘅啫。咁所以咧，留下來嘅就可以就同中國啦喺貿易上加緊啦，希望咧吸引多啲中國嘅投資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咧保持翻留學生啊。而家咧英國嘅留學咧，其實係世界上咧最數一數二噶啦。咁英國自己咧亦都引以為傲喎。譬如話有一個研究就指出啦，呢個研究咧就話英國嘅留學生唔單止係多，而且係犀利喎。而家全球嘅國家領導人咧喺邊度畢業嘅咧？主要喺1/3咧係嚟自英國嘅，1/3咧就嚟自美國嘅。咁所以咧唔係英就係美嘅喎。而家全球嘅國家領導人有好多啦。呢個當然係舊嘅資料嚟，舊年嘅資料嚟嘅，有好多啦。由 B 字頭咧數到去呢個嘅54，全球有54個國家領導人啦，喺舊年喺英國嘅大學畢業嘅。咁當然佢計埋咗李顯龍54個喺英國大學畢業嘅。呢個同美國咧係平分春色嘅，平分秋色嘅。有時美國贏啲，有時咧就係英國贏啲。美國咧而家就係65啦，咁英國咧就58，即係呢個23年嘅資料嚟。咁所以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英國咧佢嗰個軟實力係犀利嘅。佢喺英國畢業，咁翻去咧營營役役做咗國家嘅領導人，做咗首相，做咗總統，做咗總理，然後咧對英國嘅文化當然係會有啲嘅認可啦。喺嗰度咧就會同英國咧建立咗一種良好嘅互動。呢個就係英國咧以往100年咧嗰個教育政策嚟，就係希望透過量變導致嘅質變，不斷咁培育啲人才，而佢哋翻返國家，亦都建立咗佢哋嘅 network。你喺度畢業，你梗係識咗好多老師教授同學噶。然後你翻去做生意也好，你就會同英國咧建立咗生意嘅往來咯。政治也好，又會建立到政治嘅聯繫咯。呢個就係英國嘅教育咧，過去嗰100幾年咧嗰個軟實力喺度。咁但係咧，慢慢咧就隨住頭先所講啦，英國近呢10年咧就係大學嘅學費咧，其實就基本冇增加過。
咁但係咧通脹就越嚟越嚴重，所以大學咧陷入財困。而英國咧就係同歐洲唔同喎，歐洲好多公立大學咧都係學費全免喎，英國啊做唔到學費全免嘅啦，係蘇格蘭做到學費全免嘅啫，英格蘭同威爾斯咧就做唔到學費全免嘅。咁而英國嘅大學咧而家嘅排名咧都係世界名列前茅嘅，就係透過乜嘢咧？要透過一係就捐贈。一係咧就要留學生啦，即使係羅素集團嘅大學咧，都係有極多嘅留學生嘅。咁咧，羅素集團嘅大學有咩大學啊？咁啊最出名嘅就劍橋牛津啦，仲有 UCL 啦，呢啲大學咧就係羅素集團大學噶 Imperial College 啦，咁呢啲羅素集團嘅大學咧，佢哋要維持佢嘅影響力啊，就不得不收外國留學生啊。咁所以越收越多，越收越多。而家外國留學生啊，咁呢個亦都係無可奈何嘅事實嚟嘅。咁佢收咁多嘅時期咧，咁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咧？你睇下啦，而家咧英國每一年咧，佢嗰個留學生咧個比例咧係越嚟越上升，係20年至22年咧跌咗，因為中國留學生咧嗰幾年咧就好擔心英國嘅疫情，就斷咗一半嘅。咁但係咧整體嚟講都上升咗嘅喎。喺21年咧，英國嘅高等教育啊，以大學所賺到嘅英鎊外匯咧就217億，但係去到22年啦，22年。喂，就變成咗419億喎，22至23嚇，咁呢個係犀利咯。預計咧就會越嚟越多。咁但係問題咧，佢喺脱歐嘅時期21年咧，其實嚟自歐洲嘅學生係少咗一半嘅，因為咧歐洲嘅學生咧以往咧就可以俾英國本地大學嘅學費，但係咧因為脱歐咧就要俾國際生嘅學費啦，所以咧就少咗一半。咁少咗一半要點樣填補啊？就透過嚟自印度、中國同埋尼日利亞嘅學生填補，但係問題保守黨咧係啱啱今年咧就係限制咗學生簽證啦，就冇咁容易帶家屬嚟，淨係研究院先俾佢帶嚟。而呢個 Bachelor Degree 咧就唔係咁輕易咧，俾嗰啲尼日利亞、印度人咧係帶學生家屬嚟喎，因為以往咧一個嚟讀書就全家嚟移民然後啲仔女又可以喺本地讀公立學校，咁所以咧呢個係構成咗好大嘅壓力㗎，所以今年咧係少咗3萬個。尼日利亞或者印度嘅學生3萬個啊，咁你諗下3萬人，然後每人咧帶2-3個家屬嚟，成10萬人啫，仲用呢個方法減咗10萬嘅移民。咁但係咧，你減咗呢啲尼日利亞啦、印度嘅學生咧，你就需要中國嘅學生去填補翻，否則咧大學咧就會陷入財困啦，研究咧嘅經費就會削減，以及咧學校就會倒閉，教師就會失業。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工黨咧就梗係要想辦法噶啦，因為歐盟嘅學生已經少咗一半啦。你從呢個圖表你見到啦，歐盟嘅學生咧係少咗一半嘅，咁而呢個嘅非歐盟咧係越嚟越多，咁所以咧你從呢個英國國家嘅資料咧，即係下議院圖書館嘅資料，你睇到佢哋國際學生嘅情況係幾嚴重嘅。咁而家嘅國際學生咧到底有幾多個咧？喺2022至23咧就有75萬人啦喺英國讀緊書嘅。其中有95,000人咧嚟自歐盟，66萬人咧嚟自歐盟以外嘅，咁最多就係印度啦，印度咧就係第一位咁然後咧就係中國，中國係第2位咯，咁所以呢個資料咧亦都睇到啦，而家中國咧係比2022多咗好多，2022咧中國咧當年咧有10萬人，而家去到15萬人啦，而家2024年因為疫情後咧大量嘅中國留學生咧翻嚟，咁當然啦呢個要即係我自己而家喺倫敦嘅大學咧。我好有經驗啦，就見到大學嘅學生裏邊咧，中國人嘅比例好多，而佢哋唔識英文嘅比例都唔少喎。唔識英文但係能夠考過 IELTS， 呢個香港都面對住呢個問題係嘛？就係唔識英文都考 IELTS， 梗係用咩方法？梗係用啲特殊嘅方法去考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大學咧嗰個非本地生嘅學嗰個比例咧係好多。咁其中咧最犀利係邊間咧？最犀利係修咸頓大學 Southampton。就本身咧非本地生咧就已經有68% 噶啦，本地人咧只係佔30%嘅啫。即係如果你一個英國本地人咧入去讀咧，你又發覺自己係小眾嚟嘅。咁而68% 嘅非本地生，其中咧27% 咧就係嚟自中國噶。咁即係非本地生咧3個有1個嚟自中國噶。呢個犀利啊！第二啦就係皇家藝術學院，倫敦嘅皇家藝術學院，中國嘅本地生嘅仲犀利啦。因為咧非本地生咧就有64%，非中國嘅比例咧就有46%啊，咁佔咗絕大部分嘅喺藝術學院裏邊入嚟讀藝術。倫敦藝術大學亦都係如此啦，格拉斯哥大學啦、Bristol 啦，喂，倫敦大學咧羅素集團裏邊咧，即係仲有呢個 UCL 咧全球排名都係相當高嘅咁中國學生咧係排第1位嘅。
即係佢個絕對數量啊 UCL 係排第一位嘅嚇，格拉斯哥大學啊。呢個約克啊 York 啊，咁呢啲 Manchester 啊都係咧，中國學生咧個比例都係好多，所以15-16萬人。所以點解咧嗰啲香港人咧喺Southampton 度舉香港嗰啲標語，結果咁容易輕易地俾所謂嘅小粉同佢圍堵咧，而最後校方似乎都冇乜點嚴肅處理，就係擔心影響到呢啲中國學生嘅生源啊嘛。咁所以啦，呢個係兩難嘅，你嚴厲對待。話佢咧就會抵制你咧，你又會倒閉。但係你唔嚴厲對待咧，其實你對嗰個學術自由同埋學生嘅質素咧係越嚟越把關唔到，長遠嚟講咧又會影響到自己校譽嘅。咁你百年基業咧亦都會毀於一旦。即係呢個到底係要睇短時間啦，定係睇長時間呢？睇短時間你梗係覺得話唔好得罪中國學生、印度學生、尼日利亞學生啦。但係睇長時間咧，你個學校能夠建立到咁耐嘅百年校譽、數百年嘅校譽。如果唔能夠捍衛學術自由，唔能夠捍衛咧呢個學校嘅多元性，你始終咧就會即係日割月削嘅嚇。今日割5成，明日割10成，然後得一席之安寢。所以而家大學咧就為咗話你嗰啲碩士課程咧，即係同中國有關 Chinese study 咧，竟然可以係90幾個%咧係中國嘅。所以上課嘅時候咧，你可以唔講英文講中文都冇問題嘅，因為你已經講中國研究啦嘛。佢咧學校咧就叫我哋用 bilingual language 嘅教學，基本上 bilingual language 都係講中文啦。結果啲英國留學生啊，即係中國嚟嘅英國學生上課咧又變翻用中文講，請個老師咧又請翻中國人個老師，因為你講英文咧佢哋真係聽唔明，到時又畢唔到業噶咯嚇，因為即係佢哋喺中國大陸咧考嗰啲試咧。即係國際嘅考試 TOEFL 啊、IELTS 啊嗰啲試咧，往往咧即係喺大陸咧又有啲強而有力嘅方法可以令佢哋通過，但係其實佢哋可能根本唔識英文嘅。咁呢個係一般嗰啲所謂嘅2、3流大學啦，但係一流嘅大學都如是喎。UCL、劍橋、牛津都係充斥住大陸嘅留學生嘅。咁佢哋係北大、清華啊、復旦啊。即係讀完，然後再過嚟讀碩士，咁就即係都幾容易啊！而且發表好多個論文都好容易咧，係獲得即係取錄嘅咁因為即係睇 CV 佢哋真係可以好靚，而且能力上、學業成績上佢哋又好好，所以直頭咧喺劍橋、牛津、UCL 呢啲名牌大學 Imperial College， 直頭有共產黨嘅黨委書記係長期入去做統戰工作聯絡工作，因為入去留學嘅學生裏邊咧，亦有唔少咧。佢本身係黨員嚟噶嘛所以咧就變成咗咧又有一定嘅聯絡意義喺裏邊啦，情報嘅意義喺裏邊咯。咁所以英國咧就即係處處都係中共嘅勢力，呢個就係我講中國大陸嘅制度優勢啦。就係你就可以派好多人咧去滲入去。喂，英國人咧第一就唔係好多去中國留學啦，第二英國人去到中國留學梗係受到嚴密監管嘅佢哋嘅言論啊，如果喺英國嘅學生去到中國嘅北大清華度發表呢啲嘅政治言論，貼大字報，轉頭俾人拉咗啦。但係中國嘅留學生就可以喺中國喺英國嘅大學裏邊宣傳共產主義嘅制度優勢講中國嘅好聲音，說好中國故事所以呢個就有制度優勢啊！你就唔可以做嘅，對方就可以做嘅。喺個拳賽上面咧，你咧就要遵守規矩去打 boxing， 對方咧就拳腳爭失、撩陰插眼、螳螂虎鶴雙形乜都出齊。所以咧喺呢個制度對擊底下咧民主制度就冇優勢啦。呢個就係民主退潮嘅其中一個原因啊！民主點解過去嗰10幾年俾伊斯蘭文明、俾呢個俄羅斯、俾呢個朝鮮、俾中國同佢對壘嘅時候咧，往往處於下風啊！其中就係因為呢個所謂嘅制度優勢，對方撩陰插眼用石灰粉九陰白骨爪接凳、單車鏈乜都用到。你就一定要遵守規矩嘅時期咧，就一定係處於下風嘅。咁所以蔡英文咧訪英咧受到呢個嘅延遲，甚至乎限制，我認為係並不意外。當然啦，是否如是咧，睇多幾日就知道啦。好，今日咧呢個分析咧就係從英國過去嘅保守黨三環外交講到工黨嘅立場，以及咧而家英國嘅經濟處境你就睇到民主即係幾咁脆弱嘅。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我嘅獨家參考資料。今日上載咗呢個中國近代史，就講美國、蘇聯與抗日戰爭咯。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join Patreon，15蚊美元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